我把我的成功的道理分享给旁边的人，那他超越了我啊，我不就被人家淘汰了？那该怎么办？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打开全部的订阅。Hello， 欢迎回到马克凡的生活 CEO， 我是 Mark Van。要帮助旁边的人成功啊，才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你所分享的东西啊，通常都是我讲的，你过去所累积出来的。但如果你的人生的认知有跟你分享这个样子一样，每天都超越昨天的自己的话，你只能被模仿，你不能被超越啊。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今天的我永远只能被模仿。明天的我永远都不能被超越。你如果带着我马克凡说里面在讲的一个观念，就是每天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分享出去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你昨天的经验跟昨天的知识，或是你去年或前年的啊。那这个时候，你不仅仅可以帮到别人，你还可以 push 自己一直往前进。那你会讲说，我真的很害怕被人家超越啊？谁跟你讲说一定要讲最新的东西？你不能讲去年的东西帮助别人吗？每个人的阶段都不一样。或许你现在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你去年或前年，或是你之前比较薄弱的知识是更重要的，那你可以分享出去嘛？你可以不必去讲最新、最棒、最好的东西，那你一样可以帮到别人成功啊。那如果别人进步的比你快该怎么办？那是人家的本事嘛。你可能只是师傅引进人，帮他开启了一个门之后，他一直成长上去，那你应该为他开心才对。那换个角度去想，你也可以用别人来警惕自己。为什么你给他这么旧的东西，但他现在却开始超越了你了呢？或许这个时候你就要反向去跟他学习，当他越成功，你就会越成功。如果今天你给他了一个初始值，但是他却做的比你还要好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什么？代表他从中他找到了比你更简洁、更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跟他请教。这个时候你们就变成是一个良性的互相竞争的成长。那也因为你之前有帮助他，或者是你之前有给他一点点初始的一些东西，我相信啊，你愿意帮助的人，他的品德也不会太差。那如果说你帮助了他，但是呢，他却下一次不告诉你，这样的朋友啊，你就放水流，你下次也不用再跟他讲了。因为啊，这个人生当中啊，只有共利的人才可以让大家互相越来越好，尽可能去分享知识给旁边的人，push自己一直往前进。所以啊，这个议题啊，其实最大的主因就是因为第一，害怕自己停止成长了，所以啊就不会想要一直分享给旁边人。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实啊你在分享给旁边的人的过程当中啊，你也是无意间在做所谓的朋友的检核。有些人拿了你的东西就超越了你，而且不回馈给你，那这样的人你下次也不用跟他合作啊。你早点认知到这件事情，你才不会吃大亏，不是很棒吗？你用少少的知识分享去换取到更好未来可能性的坑的理解程度，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啊，我觉得并没有这么的悲观。第三是，如果今天你分享了很多成功的知识给大家，或者是你的方法给大家，形成一个同温层，大家愿意彼此去交流，或许你们在讨论过程当中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出来。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说，现在我就要互相竞争一个职位的时候该怎么办？多数你的上司或是你的老板，或者是更成功的优秀人士，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共利的法则。今天如果两个人在竞争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愿意放出更多的利多去帮另外一个人一起共同达成目的的时候啊，其实更容易被提拔的人是愿意帮助人的那个人，因为代表说他变成主管的时候呢，他能够带领团队，他其实现在已经变相的在帮忙带领另外一个人了。所以啊，有时候你看似善意的一个状况，其实你是在做领导的前身。通常一个优秀的领导人，他是愿意分享他的知识的，在领导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让人家认知到他是可以追随的一个对象。所以重点在这边，教学跟分享是领导的前一个特质。今天你愿意分享更多的知识给更多人的话，其实你就有领导的潜在特质在身上咯。如果今天你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带领一个团队，大家前往一个方向的时候啊，尽可能的去分享你的知识。那如果你害怕你的知识，你的进步速度没有办法这么的快的话，你不一定分享最新的，你可以分享次要新的给旁边的人。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让他觉得比较没有压力，然后共同一起成长。当他成长速度很快就追上你的时候，很棒啊！
你多了一个同才互相讨论。人走在最前面总是最孤单的。当你在突破一个技能盲点的时候，你旁边没有人跟你一起来突破的时候，其实你是很孤单的，你是很辛苦的。创造出伙伴跟你一起往前走，也是一个好的一件事情。回过头来不要太害怕让旁边人成功，因为当他们在成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也无意间成功，而且你在帮助他成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在练习你的领袖特质。如果你在竞争一个位置，或者是你在竞争同一个领域的时候要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你要提高你的构面，提高你的层次，你变成市场的领头者。这个时候你反而可以创造出更大的一个蓝海市场。有时候危机都是转机，换个角度去想，其实你可以找到你更好的一片天地哦。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我是马克凡，我想跟你分享这一切东西呢，其实我都写在这个我的自己的书里面，关键思维当中，你可以来看看书，希望对你会有帮助。那今天呢，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我的影片呢会在礼拜一跟礼拜四的晚上的9点呢进行一些更新。我们下次见，拜拜。